Hello，你是不是很好奇患有强迫性人格的人，他们跟完美主义的差别在哪里？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部分吧。Hello， 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有强迫性人格？在听了我们讲了这么多跟强迫性人格相关的事情之后，发现自己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哦，因为对很多事情都非常的要求，而且好像只要事情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整齐，没有这么的高标，就会不开心。哇，这个影集是给你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所谓的完美主义跟强迫性人格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有讨论到的强迫症跟强迫性人格的相异处。他们两个其实呢，我必须要先说明一下，这两个人的那个共病性，也就是 commonality， 就是被共同诊断的，也就是我这个人，如果我有强迫性人格，我有强迫症的几率是相对偏高的，但是不是每一个有强迫性人格的人都有强迫症，也不是每一个有强迫症的人都会有强迫性人格。我们在上次的影片有提到过，所谓的 OCD 呢，就是有强迫症的人呢，其实他们是有病识感，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些焦虑啊，还有这些冲动的行为啊，还有那些就是侵入式跑到他们脑海里当中的那些图像啊，或者是画啦，或者是一些暗示啊，其实他们知道是不合理的，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病识感的。那强迫性人格的人呢，他们会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啊，难道把事情做好不对吗？难道把家里打扫非常整洁干净，让所有东西排放整齐不对吗？难道把事情做到高伦理道德这样子不好吗？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对的，反而会觉得你没有这样做是你的问题吧。他们会变成在行为方面啊，强迫症的人，他们会透过行为来去减轻他们的焦虑，例如说他们脑海中会不断浮现说，如果你现在不马上去洗手洗个10次的话，你就会下地狱，或者是你家里的谁就会死掉。他们会有很多一些很侵入性的想法，所以是因为这样，他必须要不断去做这些事情，即使他知道不太可能吧，我如果没有洗10次手，我的妈妈就会死掉，听起来不合理，对不对？但是他不敢冒这个险，他们心里头会想 What if 如果我真的没有洗这10次手，那我妈真的死掉，那怎么办？那不就是我的错了吗？他们会因为太害怕，就是他们自己脑海中的那些事情会发生，会为了避免而去做这些事情，而没有办法停止不去做。反过来，强迫性人格的人，他们会觉得你不做是你不对，所以他们会变得非常 argumentative， 就是很好强，非常的争辩，然后不知变通，所以他们会不断想要说服你，你应该要去做，你应该要去做他跟你说的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会不断的要去说服你，你是错的，我的才是对的。那他们会因为这样而跟别人产生冲突。强迫性人格的人，我们最常看到的其实就是他们就是非常注重完美的这个部分。他们非常注重细节，很注重规矩，然后对于那些需要做的事情，例如说家里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组织性的排好，每一个东西就是从颜色深到浅，这个颜色一定要跟这个颜色的衣服放在一起，就绝对不可以有杂色，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放在一起，不能有别的颜色放进来。又或者是呢，这个东西非得要放在这里，它不应该放到那里去。书的排放非得要自手 ABCD 这样子的排放，而且所有书架的距离是必须要一样，所以这样看起来书架才是一致的。所有东西就排放得非常整齐，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样子，让所有东西看起来非常的漂亮，然后非常的整洁，或者是非常的守规矩。但是呢，也会因此呢影响他们跟别人的关系，因为他们非常紧迫盯人，他不敢让你去排放，他不敢让你去放东西，他不敢让你去做事情，连让你去洗个碗，他会觉得你可能会洗得不干净。所以呢，
这是强迫性人格的部分。那完美主义呢？其实很多有强迫性人格的人都跟有完美主义的人很像。那我自己来做举例好了，我自己呢有的时候也会。例如说呢，可能有时候会想说家里有客人要来了，那我可能就会想要把家里打扫得非常干净啊。我也会希望说家里所有东西都是看起来是非常整洁、非常干净，一切都是很棒的一个样子。又或者是今天如果我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我必须要在大家面前演讲，又或者是录制影片，我可能也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呈现一个什么样子，我会花非常多的时间来去准备这些东西。有完美主义的人呢，也会因为这样子带给自己非常多的压力，可能身边的人也会觉得有所压力。完美主义跟强迫性人格的差别在哪里呢？强迫性人格的人呢，他可能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来去注重在那些小细节，可能就包括做 presentation 它的那个颜色的那个色调，或者是一点点字体的大小的一些部分，他都非常的细节的去挑剔，以至于呢，他可能事情都没有办法完成，因为没有办法准时做完。那尤其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没有办法变通，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强迫性人格的人，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人家好好的沟通，或者是有弹性的，也因此呢，他在做事情上面呢，可能就会不知变通，而变成很容易跟人家吵起来。那么有完美主义的人呢，即使他会觉得说 OK， 有些事情我会希望呈现得非常完美，但是也许我可以通融的是，在其他状况下，我们不需要这样子。例如说，我会希望家里打扫非常干净，有客人来，有节日，我们当然要这么做。但是平常的时候，我可以容许，因为我们太累了，这段时间大家忙坏了，可能让自己休息一下，我们等到周末的时候再来整理。我们会有一些可以变通的部分。而强迫性人格是没有办法的，在这个部分呢，你要他变通，他会有一种威胁感，会觉得你在挑衅他，你在挑战他的那些标准，他的规矩，他会因此而感到焦虑甚至愤怒，所以这是他们没有办法变通的一个部分。那强迫性的人就会变得非常的难跟别人相处，也因此会影响他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说？当你要跟一个人交往、相处，甚至结婚，我想他学到的最多就是你必须要学的妥协。你在这过程当中，就像在跳舞一样，我向前一步，你就必须要向后退一步；我向后退一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向前一步，我们才能够一起共舞出一支美妙的舞蹈。但是如果在过程当中，我要向前，你都不往后；我要向后，你也不往前，那我们就会在那里一直拉扯。所以呢，会因此在过程当中，因为没有办法好好跟另外一半有所妥协，以至于呢会影响他们的感情世界让他们跟家人或者是身边的人很难有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健康的关系。有很多人就会问了，强迫性人格是会遗传的吗？我们发现呢，在临床上有强迫性人格人呢，他们家族里面有强迫性人格的倾向其实是偏高的。那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想如果今天你的家里头，你的父母是很有强迫性人格的人，那么他可能就会教你必须要这么做。而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你可能就会学到就是会被骂啦，就看到父母非常的愤怒然后生你的气。身为小孩，你最想要就是讨爸妈欢心，这是我们的天性。所以呢，你就会觉得我必须要这么做，而你学会的就是同样的，你也必须要这么做。所以我想，有的时候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高度的家族性，其实有可能是来自于观察学习，也就是我们的环境，它不见得完全都是天生的。有些可能是我们后天学习来的。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对于今天的影片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或者是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呢？欢迎跟我们留言分享哦。我们下次见了，拜拜。